如果你手上有澳元，或者你正在供澳洲的股票 ETF， 甚至你只是正打算换钱去旅游，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直接关系到你的钱包会不会缩水。今天我不讲那些听不懂的经济术语，也不跟你画大饼，我要告诉你一个市场正在发生的怪事，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讯号。你以为澳元升值你赚了？错了，这背后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定要看到最后，特别是影片结尾。我准备了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隐藏赚钱机会，是关于这波行情里一个完全被低估的板块，算是给我忠实观众的一个 bonus。我们先来聊聊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真事。上个礼拜，我和一个老朋友在悉尼港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那天的阳光特别好，但我那位朋友的心情比阳光还要灿烂。他那天特别开心，抢着要买单。我问他怎么了，是不是中彩票了？他笑得合不拢嘴，拿出手机给我看他的银行户口，说你看，澳元最近猛升啊，我之前囤的那笔澳元，换算回美金或者是港币，账面上瞬间多了好几万。我感觉我现在去旅游，去买名牌包都变便宜了。我看着他那个兴奋的样子，心里其实是闪过一丝担忧的。我不忍心泼他冷水，但我还是问了一句，那你买的那些澳洲大盘 ETF 呢？还有你之前跟我提过的那些矿业股呢？他的笑容瞬间僵住了，他划了一下手机里的股票 APP， 眉头皱得死紧。他说对哦，奇怪，这几天汇率明明涨得这么凶，按理说澳洲经济好，股市应该跟住飞才对啊，怎么我的股票账户不但没动，竟然还有几档是绿油油的跌在那里。各位，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核心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财富幻觉。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按照我们普通人的直觉，国家货币强，代表国家强，股票应该涨，对不对？但在澳洲，这个逻辑最近彻底失灵了。你要知道，澳洲这个国家跟美国、日本都不一样，澳洲就像是一个家里有矿的富二代，他主要靠卖家里的东西，像是铁矿、煤炭、天然气给邻居，主要是亚洲大国来赚钱。想象一下，你现在是开杂货店的老板，你卖的是澳洲特产，以前你的澳元便宜，隔壁老王拿100块美金能跟你买10斤牛肉，他觉得划算，天天来买，你的生意好，公司的业绩就好，股价自然就涨。但现在澳元狂升，隔壁老王同样拿100块美金，现在只能买到8斤牛肉了，老王心里怎么想？他会觉得太贵了，我不买了，我去隔壁巴西买，或者去其他地方找代用品。所以当澳元升值升得太快的时候，澳洲这些赚外汇的大公司，比如必和必拓、力拓这些巨头，他们的生意其实是变难做的，他们收回来的是美金，换回澳元发工资的时候，利润在无形中就缩水了一大截，反映在股市上就是 ETF 涨不动，甚至下跌。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个朋友汇率赚了点皮毛，股票却亏了本金，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极其纠结的心理博弈。现在市场上有2股力量在疯狂打架，一股力量是贪婪，那些国际热钱看到美元最近有点软，就像鲨鱼闻到血一样涌向非美货币，澳元作为商品货币的领头羊，自然被炒高。这些热钱根本不管你澳洲老百姓生活的苦不苦，他们只想赚一波汇率差价就跑。另一股力量则是恐惧，这也是我最感同身受的地方。澳洲本地的投资者、小企业主，他们是实实在在感受到压力的。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去超市买个东西，虽然澳元升了，但东西反而更贵了，通胀根本没下来，房贷利率还高得吓人。现在汇率又来补一刀，出口受阻，企业利润下降，很多人心里都在发毛，所以大家在抛售股票，在套现保命，这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剪刀差。当这个剪刀差张开到极致的时候，通常会发生非常极端的事情。我这几天在看盘的时候，心跳都快了几拍，因为这种汇率与股市背离的情况，在历史上每一次出现都预示着一场大洗牌。我记得几年前我也吃过这样的亏，那时候我还没现在这么淡定，看到澳元涨就觉得澳洲要逆天了，疯狂加仓大盘股，结果呢，汇率一掉头，股票跟住崩，那种双重打击的痛真的会让人晚上睡不住觉。所以今天我决定把这些血淋淋的经验分5次全部掏心掏肺讲给你们听，这只是第一部分，接下来我还要告诉你这背后看不见的操盘手到底是谁，以及在这种混乱中你到底该怎么布局才能不当接盘侠。如果你也曾经看住账户里的红绿颜色感到迷茫，或者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压力大到喘不过气，相信我，你并不孤单，我们都在这场金钱游戏里寻找出口。很多人跑来私信问我，既然你说澳洲现在经济压力这么大，老百姓连饭都快吃不起了，为什么澳元还能涨得这么疯？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二个核心逻辑，也是最扎心的真相。你要明白，汇率这东西在金融大鳄眼里，有时候并不反映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它反映的是差不差，或者说谁比谁更差。这几个月全球金融市场都在玩一场大迁徙，美国那边开始放风说要减息了，全球的热钱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找避风港。这时候这群人回头一看，哎呦，澳洲央行竟然还在那里死扛着高利率不放，一副老子就是不减息的硬汉模样。对于那些在国际上到处跑，只看利息不看感情的资金来说，澳洲现在就像是一个虽然房子有点破旧，但给的存款利息特别高的银行，所以这些钱疯狂涌进来想赚利息，澳元自然就被这股力量生生推高了。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更深层的政治内幕，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博弈。你想想看，澳洲政府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是选票，而选票背后就是通胀，如果物价再降不下来，下次选举他们就要回家种地了。而高汇率刚好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伤了那些卖石头的矿业大佬，但它能让进口的电器、汽油、生活用品变便宜，这等于是让全澳洲的出口商在帮政府垫钱去压低通胀数据。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澳元狂升，其实是政府默许的一种强效止痛药，哪怕这药的副作用是让澳洲股市萎靡不振。我也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身边的真实案例，我有一个在墨尔本经营连锁咖啡店的朋友，他最近跟我说他快崩溃了，大家都以为澳元涨了，他进口咖啡豆便宜了，应该赚钱，但他告诉我，虽然豆子便宜了几块钱，但店里的租金、员工的工资还有水电费全都在飞涨。更惨的是，因为房贷利率太高，现在澳洲人出门喝杯咖啡都要考虑半天，他的营业额掉得比汇率涨得还快，这就是现在澳洲社会最真实、最让人心酸的缩影。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汇率强得不得了，但那里其实是一片焦土，大家都在咬牙硬撑。这对我们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你还在用那套汇率涨，股票就涨的旧思维去买澳洲的大盘 ETF， 你真的会被市场教训得很惨，因为现在的澳洲股市被这两大力量拉扯得快要散架了。一方面是高利率压着大家的消费，另一方面是高汇率吸钱了出口企业的利润。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那几只龙头股，像必和必拓或者四大银行，涨起来像爬山，跌起来像蹦极。但我跟你说，在这种极端的情绪下，反而藏着一个百年一遇的布局机会。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我经历过不止一次这种市场的情绪传染病。当所有人都盯住那几个百分点的汇率变动在狂欢或哀嚎的时候，聪明的人已经在看这场戏什么时候落幕了。我预判这波行情很快会迎来一个剧烈的转折点，也就是我说的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只要澳洲央行口气稍微松一点点，或者美国那边的数据再差一点，这股涌进澳洲的热钱会跑得比谁都快，到时候澳元会出现一个急速的回踩，而那个时候正是我们这群守株待兔的人去捡那些被错杀的优质股票的最佳时机。我这几天都在观察几个非常特别的板块，他们现在被汇率压得抬不起头，但公司的基本面好到爆炸，这种感觉就像是你看到一颗被泥巴裹住的金子，大家都嫌它脏，只有我知道只要用水一冲，它会比谁都亮。这就是我想教给你们的心法，永远不要跟住情绪走，你要去感受市场那种焦虑背后的逻辑。接下来我会直接把话说开，告诉你具体该看哪些资产，以及我个人的私藏清单到底长什么样。我会带你看看在这种财富大洗牌的关头，我们普通人到底怎么操作才能实现那种跨越式的增长。这不是教你去赌博，而是教你去读懂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很多人问我，既然大环境这么难受，到底有没有那种在逆境中还能疯涨的公司？我告诉你，真的有，而且就躲在大家嫌弃的角落里。我观察到第一类非常有意思的目标，我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外币收割机，也就是那些赚美金花澳元的公司。你想想看，这些公司的研发中心和总部都在澳洲，付的是澳元薪水，交的是澳元的电费，但他们的产品是卖到全球的，收回来的全是强势美金。在现在这个澳元狂升的节点，市场的情绪其实是非常短视的，大家只看到汇率变强了，就担心这些公司的报表换算回来变丑了，所以拼命抛售，但这恰恰是我们这些有耐心的人进场的最佳时机。我记得我以前刚开始学投资的时候，也跟住大家一起追那些大红大紫的矿业股，觉得挖石头卖钱最稳，结果有一次正好赶上澳元见顶回落，我手里的矿业股跌得惨不忍睹，反而我当时随手买的一家做医疗软体的小公司，
因为它大部分收入来自美国，澳元一跌，它的利润直接翻倍，股价像坐了火箭一样。那一刻我才明白，投资不能只看当下的热度，你要看未来谁能笑得最久。这也是我现在想告诉你们的。现在澳洲的医疗保健板块和科技服务板块其实正处于一种被汇率错杀的状态。当所有人都在为那几分钱的汇差欢呼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这些优质企业在悄悄蓄力。等到明年或者后年，当澳洲央行终于顶不住压力开始减息，当澳元从高位跌落的时候，这群收割机会展现出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爆发力。除了这些，我还想聊聊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心理防线。很多人在这种行情下会有一种自我怀疑的倾向，看住身边的人换回去旅行、买进口车，而自己的股票账户却死气沉沉，心里那种落差感是非常折磨人的。这就像是你在马拉松的后半段，看到旁边的人都在喝冰水休息，而你还要顶住太阳跑，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路。但我告诉你，市场最喜欢欺负的就是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现在这种汇率与股市的背离，其实是市场在对所有人进行一场压力测试。他在问你，你到底相不相信澳洲经济的韧性？你到底有没有勇气在大家都在看好汇率的时候，去布局那些真正支撑这个国家的实体企业？我也跟一些在投行工作的朋友聊过，他们告诉我，大资金现在其实也在纠结，但他们的操作往往是反向的，他们在利用高汇率去买入海外的优质资产，或者是在澳洲国内寻找那些现金流极度稳定的避险板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是一个财富大洗牌的关头，你手里的澳元其实就是你现在最有力的武器，关键是你把它用在哪里，是拿去买那些会贬值的消耗品，还是把它换成那些未来能为你产生源源不断现金流的优质股权。这就是普通人跟真正懂行的人最大的区别。接下来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未来的走势预判。我不喜欢给出那种模棱两可的建议，我会直接告诉你我看到的红线在哪里，以及当那条红线被触碰的时候，你该以什么样的姿势去应对。我们要聊的不仅仅是赚钱，更是如何在这种波诡云谲的局势中守住你的家底。这种心态的建设，有时候比选对一只股票还要重要，因为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市场的波动可能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如果你没有一套完整的逻辑支撑，你很容易就会在半路被震下车。所以，我希望你能静下心来，把这整套逻辑听完。这不仅仅是为了这一波行情，更是为了培养你能在未来的每一次危机中都能看见机会的能力。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左手是短期的汇率狂欢，右手是长期的资产增值。聪明的人已经开始做选择了，那你呢？你准备好迎接接下来更硬核的分析了吗？接下来我会把澳洲央行的心理底线拆解给你看，让你明白为什么这场博弈已经到了胜负难分的关键时刻，也会揭晓我那个传说中的私藏清单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说到澳洲央行的心理底线，这其实是一场极其高明的心理战。你要知道，那些坐在央行办公室里的经济学家们，他们手里握着利率这根大棒，眼睛盯着的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钱包。我最近观察到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每当澳元涨到某个关键水位，政府里的一些官员就会出来放冷风，说什么经济前景仍有不确定性，这其实是在给市场降温，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汇率如果涨得太过火，澳洲的支柱产业农业和旅游业会直接断气。我认识一个在昆士兰经营农场的大哥，他那天跟我通电话，语气沉重的不得了。他说他种的澳洲坚果和优质牛肉本来在亚洲市场供不应求，但现在因为澳元太贵，东南亚的买家纷纷转向南非或南美。这就是我说的政治局最残酷的一面。为了压低国内的通胀，政府在默许汇率，杀死一部分中小企业的生命力。这种感觉就像是为了救一个病人，不得不先切掉他的一根手指。这种心理上的挣扎和无奈，是那些只看数据图表的分析师永远体会不到的。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未来走势的关键红线，那就是失业率。只要澳洲的失业率维持在低位，央行就有底气继续演这出强势澳元的戏。但一旦失业率开始攀升，这场戏就演不下去了。到时候你会看到政策的180度大转弯，那时候的澳元会像断了线的风筝，而那些被压抑已久的本地绩优股则会迎来报复性的反弹。这就是我说的财富大转移的前奏。在这种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多么精密的计算器，而是那种能看透迷雾的定力。我常常跟身边的人说，投资其实是在修心。当你看到汇率在跳动时，你要问自己，这背后是真的经济在变好，还是只是一场短暂的烟火？如果你能像我一样，
把视角拉长到3-5年，你会发现现在的波动不过是大海里的一个小浪花，而真正的财富机会往往就藏在这些让人焦虑的波动之后。接下来我会直接进入实操阶段，告诉你那份让我心跳加速的私藏清单具体包括哪些类型的资产，以及我们普通人该如何精确的掌握那个切换的时机点。好了，说了这么多大道理，我们终于要落地到最实际的操作上了。大家听好了，这不仅仅是我的建议，这是我观察了无数次市场轮动后总结出来的生存法则。目前这波行情，我预判会经历3个极其关键的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我们现在处于的磨合期，澳元高位震荡，股市在洗盘，这个阶段你最该做的是持币观望，精选标的，千万不要被那些涨了几天的汇率冲昏头脑，把所有的生活费都换成澳元锁死。第二阶段是预期转向期，也就是当市场开始意识到降息不可避免的时候，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澳元开始回落，而澳洲的中小型上市公司会突然放量上涨，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弹簧效应。我特别看好那些在澳洲国内拥有品牌护城河且没有沉重外债的服务业公司，还有那些依赖海外进口原材料服务澳洲本土消费者的龙头企业。因为汇率虽然回落，但他们的成本优势已经在前期建立了，利润空间会被瞬间拉大。第三阶段则是收割期，当资金从套利交易中流出，重新回到实体经济支撑的股市时，那时候你手里的股票会让你感到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我再分享一个我个人的投资小细节，我喜欢看那些被大家遗忘的门包股，就是那种业绩一直很稳，但因为不属于热门板块被大家嫌弃的公司。这类公司在汇率大幅波动时，往往表现得最淡定，也最能给投资者提供安全感。这也是我想送给各位的一种生活态度，在狂热中保持冷静，在低迷中寻找火光。投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让生活被数字绑架。最后，我一定要送给大家那个承诺已久的 bonus 内容，这是我压箱底的一个操作技巧。如果你在澳洲有房贷，或者你有家人在澳洲生活，你一定要听仔细了。现在澳元处于相对高位，利息也高，如果你手头有一笔闲置的资金，不管它是美金还是其他货币，现在把它换回澳元放进对冲账户 offset account， 你其实是在做一场跨时空的降维打击。第一，你锁定了目前高位的汇率，这等于是高位套现。第二，你直接抵消了澳洲高达 6% 甚至 7% 的房贷利息，这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是极其罕见的无风险高回报投资，而且这笔钱是税后的，比你买任何基金都要划算。第三，你保持了极高的流动性，一旦股市跌到我说的那个黄金底，你可以随时把这笔钱从对冲账户拿出来，去收割那些带血的筹码。这就是真正聪明的人在玩的一箭三雕，利用制度的规则和市场的错位，为自己创造最大的利益。这场视频我讲得非常深，也讲得非常直白，就是希望能在这个财富重新分配的节点，帮你把那扇门推开一点点，不要再当那个只会看热闹的门外汉了，去思考，去行动，去成为那个掌控自己命运的人。说实话，讲到这里，我的喉咙都有点乾了，但我心里的火还在烧，因为我知道，现在这个节点真的会决定很多人未来5到10年的财富阶层。刚才那个对冲账户 offset account 的技巧，其实只是我这套跨国财富收割体系里的冰山一角。我这几天在整理我的投资笔记时，发现了一个更让人心跳加速的方案，这是一个我称之为降维打击的具体配置组合。你们知道吗？在澳洲的股市里，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标的，他们的股息率竟然高到能覆盖掉你大部分的房贷利息，而且这些公司的业务稳定到像是开印钞机一样。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份具体的现金流资产名单彻底公开出来，但我也有点犹豫，因为这些标的的容量有限，我怕一旦公开会影响到原本的市场平衡，所以我想做一个约定，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如果你也想看看我这份价值万金的抗通胀赚汇差的私藏组合名单，请在评论区大声告诉我，留言我要私藏方案。如果留言的人数够多，或者是点赞和转发达标了，我会把它看作是一个讯号，代表你们真的准备好要跟我一起进入实操深水区了。到那时候，我会专门单独制作一个视频，不留任何余地，把每一家公司的名字、代号，还有具体的买入逻辑，全部摊开来告诉你，这是我对你们支持的最直接回报。不过，在我们结束这段漫长的对话之前，我一定要以朋友的身份拉你一把。你要记住，虽然我讲的这么激昂，但市场永远是千变万化的，没有谁能100%预测未来。
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个人的实战经历和分析心得，他们是我的意见，而不是对你钱包的绝对保证。投资这件事，归根结底是每个人自己的修行，风险是要你自己去评估和承担的。我们要做聪明的猎人，但绝对不能当赌徒。你要学会对自己的每一个决定负责，因为那是你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最后，我也想反问你一个问题，在现在这个澳元狂飙、股市低迷的剪刀差时代，你心里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是怕错过这波汇率，还是怕股市继续跌？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该信任谁？请把你的想法留言告诉我，我会认真看每一条评论。如果你喜欢这种不讲废话，只讲真相的内容，请一定要关注我，给这段视频点个赞，并把它转发给你身边那个也在为钱焦虑的人。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继续挖深、继续讲真话的动力。我们都在这条通往财富自由的路上，有我陪住你，你并不孤单。我是你的财富引路人，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拜拜。